黄金炒饭，每个粒儿米饭都沾满了蛋黄，是吧？所以它成为黄金炒饭。头天的剩米饭啊，一般炒饭都是剩米饭。对，润润锅啊。家里边要不粘锅的，这咱就不用聊了。怎么都不粘，怎么润呢？就是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，一定要把油加进去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让它加热，怎么也得倒到6成以上，关火多焖一会儿，这样它油呢会渗进去一些，在热的时候表面它就不粘了。热的时候它是往上顶气。这烧油这准备点什么料呢？我看有准备的蛋黄啊。炒米饭黄金色是由蛋黄来完成的。对。那么米饭来讲，新米饭和隔夜饭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么主要是这个米饭焖完之后，那么表面它不能开花，开花这就炒完之后啊，表面它就达不到那种光洁度了，很散。再有一定要检查这个米好坏的程度是哪里呢？蒸熟之后淀粉它会糊化，糊化之后是晶莹剔透的，这应该是新米。如果蒸熟之后又散花还不剔透，那证明这是陈米。陈米对，帮你包炒。对，所以一炒呢，它就会碎掉，就难以呈现是粒粒分明。锅润的差不多了，甭着急，关小火，等着它，因为时间越长，它润的越透彻，它就更不容易粘锅。咱们这些米饭呢，需要放3个蛋黄。哎，你看没有？今天啊，随手先把鸡蛋拌到米饭里边，金黄金黄的。米饭呢，如果在冰箱上拿出来比较凉，凉了之后呢，下锅需要很长时间才会热，我们就不如放在微波炉里边，给它简单加热一下，加热到20来度、30来度，不冰手，而且它容易散。对，为什么隔夜饭有的时候好炒？它其实就是不容易粘锅，它容易散开。再有特别凉的米饭放到锅里边，它特别容易扒锅，温度的反差，温度对反差太大了，拌匀了就行了。哎，咱们这个锅润透了。看我炒米饭的这锅一定要干净，对，看看有没有黑渣子。哎，很干净，那就证明炒饭没问题，它不会影响咱们蔬菜的整体的颜色。油，放点葱油，增加炒饭的香气。这个葱要想让它炸出香味，就变成金黄色，金黄色容易出黑渣，所以咱们就执其味不见其物。无盐油3匙了。下锅之后不着急扒拉它，慢慢的，下边凝固了再扒拉一下，让它再凝固上边了。一快速炒，有可能那个蛋它就脱掉了。哎，这小火甭着急啊，不让它藏住了。米饭粒儿越整越晶莹剔透，这黄颜色越好看。对。然后旁边锅热了，咱们炒蛋白，一是不浪费，二是增加一个颜色，不着急，凝固就行啊。然后呢，这会儿哎，来这加点盐调味儿，加点盐。鸡蛋当中啊含有这个谷氨酸钠，所以就不用再加味精了。然后把配料加进去，蛋白差不多了。哎，那这颜色对，中火，黄白分明，加上胡萝卜、青豆，颜色美观。好了。黄金炒饭出锅了，好香，真香，太香了。你看着啊，每个粒儿米饭啊，咱把蛋白往边上扒拉扒拉，都沾满了蛋黄，是吧？所以它成为黄金炒饭，颗粒饱满，比原来的米饭粒儿显示大了吧？而且松软、弹香，特别润。所以这个米饭作为一个厨师的基本功来讲，它是挺考验人的。看似一盘炒饭，但是它呢，体现一个厨师的他的烹饪技巧，和他的基本功的这个呈现，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呢，炒饭它作为一个厨师在行业当中这块是一个最难的一件事。你看在香港搞大饭，人家也不炒什么烧海参啊、弄鲍鱼的，炒饭。炒牛河，但这个饭我最有我还是你最有发言权，我还最有发言权，因为我看到这个饭啊，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原来我记得我在天安广场炒这饭的时候，这香港人把那火弄好了，把这个饭搁这儿，然后直接倒水炒，炒出就有啰嗦。然后我记得香港那个大厨，我是副的，他把这饭给我拽回来了啊，带点啰嗦，
大爷，不行，这不行，嗯给我拽回来了。从那之后，我长记性，记着一辈子的事儿。嗯，香港人他不告诉你，特别难炒，但是我们军人诠释的都非常清楚，你照这方法一掌握就会了。